他几乎就要发火了，可转念再一想，蓝忘机带了一上午课，午休陪着自己校对，还请吃饭，完全没休息，就要接着去上课。而自己呢，为了一点小事胡搅蛮缠，骚扰个没完，但蓝忘机也没生气，只是有这么一点点不耐烦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涵养了。于是他的气还没聚起来，就被自行消弭了。魏无羡合掌与胸，道：好学长，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看你眼圈发青，无精打采。好吧，这句是瞎话，魏无羡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，才接着游说道：怕你太累，想拉着你偷个懒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计较我的方式方法了。一下午而已，少上一节课又不会少块肉，叫你的同学帮忙点个名就得了。我请你喝奶茶，随便加什么料，咱们再去随便晃晃，或者干脆看场电影。蓝忘机轻轻一叹，脸色稍稍和缓，低头看了一下时间，道：我不去，便点不了名。魏无羡：啊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关系好的同学吗？蓝忘机：魏无羡，我很忙，要上课，批改报告，之后还有20组数据要测。魏无羡：报告。午休不是已经全都改完了吗？蓝忘机：下午班的。魏无羡顿悟，道：你说的上课是代课，上讲台给别人上课的那种上课。蓝忘机：魏无羡心道，这日程表也太残酷了吧，一节基础课就是2课时，2个班差不多相当于整天满课，再批2个班的报告。数据测一组最快也得15至20分钟，20组数据还不得测到深夜了吗？怪不得蓝忘机今天的耐性好像比平时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行吧，我大人大量，不计较你闹情绪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只当还午饭的人情吧。于是魏无羡搭上蓝忘机的肩，道：数据编号给我，你去上课，我帮你测数据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怎么也得推脱一下，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，没想到蓝忘机直接拿出实验室的备用门卡和钥匙，说道：134。魏无羡欣然收下，回敬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礼，道：放心吧，长官，我这就过去。实验室，实验记录非常详尽，一丝不苟，钢笔字端正规矩，完全符合蓝忘机的个性。魏无羡刷刷几眼看完，心道：怪不得放心让我帮忙，就是简单枯燥的重复性工作，毫无难度。实验目的：测试鸟舌对不同材质、型号罐子的温度影响。步骤只有3步：1把笼养鸟舌放进对应的编号罐子；2取出鸟舌；3将罐子放入测试仪。得到的数据需要录入电脑，按照设置好的公式推导结论。这种程度的实验，熟悉操作流程的话，连小学生都能胜任。魏无羡并不喜欢枯燥的测数据过程，更喜欢设置测试方法和推导结果。但这是蓝忘机的课题吗？没想到这人外表看起来冷冷淡淡，心里竟然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小东西。魏无羡戴上手套，实验舱是全封闭的，他需要隔空操作机械手去抓取笼养鸟舌。他在心里一眼算着鸟舌罐子的自热比推导公式，显然其中的变量很多，比如罐子取出鸟舌在仿佛测试仪的时间差、材质的比热容、鸟舌个体差异等等，变量越多，推算起来越有意思。真想参与最后的测算和推导啊，如果能看到结果就更好了。他在心里感慨，机械臂好不容易抓取到的鸟舌奋力一挣，从指缝间溜走了。魏无羡，机械臂换了个方向，从另一边试着重新抓取。鸟舌发出惊恐的大叫，连滚带爬缩进机械臂够不着的缝隙，死活不肯出来了。什么鬼东西？看老子抓到怎么收拾你！魏无羡咬牙切齿地操作机械臂冲缝隙，比了根中指，换了个笼子，跟另一只似乎比较软弱可欺的毛团较上了劲。转眼又是新的一天，周3。这一天有6节课，4节必修，2节选修。到了晚上，魏无羡往往还要去民乐社团帮忙，基本上是他每星期中最忙碌的一天，从早到晚不得闲。好不容易熬到最后1节课，魏无羡已经几乎把血槽耗空了。他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，支起课本挡住脑袋，拒绝沟通，拒绝交流。这节课是纯理论课，若不是必修课，魏无羡根本看都不想看一眼。授课讲师也没什么责任心，一字不改，照本宣科，
完全不再在乎学生是在睡觉还是在听讲。照这个架势发展，每节课读完1章，14章刚好够讲14周，期末考大概率是背诵全本并默写。坐在前排的小胖子冲魏无羡挤眉弄眼，摇晃手机，看界面大约是吃鸡。魏无羡难得没接受邀请，干脆埋头装睡。打击太大了。昨天在实验室，他用蓝忘机的方法又测了5组数据，而同样的时间，蓝忘机测完了其余11组。这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又输了一次。辛辛苦苦大半年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到最后他都没好意思开口提补加出席分这件事。晚上也不出所料的失眠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失眠并不是因为悔恨或者懊恼，他在被窝里翻来翻去，满脑子都是蓝忘机的别动和仔细看，还有来自于指尖和掌心的触感。太要命了，那种不着痕迹的被照顾的感觉。尽管蓝忘机的态度总是很冷淡，可这份反差反倒更让人在意了。不行，是时候痛下决心了，必须离这个危险的家伙远一点。魏无羡想，或许我并不是一根笔直的天线，如果对方是蓝忘机，可以预见防线必然将全面溃败，抵抗不了就只有躲了。最好除了上课做实验之外，其他的时候完全别见面，不留任何可以进攻的机会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魏无羡顿时坐起来，低头点开购物 App。GPS 信号干扰器、无线电监测仪、反追踪技巧大全。差不多够了，算了，还是再来一本追踪推导论吧。哼，看是你蓝忘机的行动规律公式比较高感，还是我的躲人大法技高一筹吧。购买、付费、叮咚。随着付费成功的效果音，同时响起的还有下课铃声。讲师停止了念书，啪地合上课本，道：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。这一章还剩最后2段，大家各自回去读一读，有问题下节上课举手提问，没有的话就继续进行下一章。现在下课。魏无羡抻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又刷了几条新闻，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。偌大的阶梯教室已经完全空了，他慢悠悠走到门口，刚要踏出门，隔着狭窄的走廊，预定躲避的人一手抱着一大摞书，一手拎着笔电迎面而来。妈呀！魏无羡下意识嚎了一嗓子，火燎屁股似的光速缩回教室，反手把门也带上了。他背靠着教室门，吓得不轻。怎么说蓝忘机就到，这家伙以为自己是谁？曹操吗？但他转念一想，刚才那摞书至少有20-30本，他几乎完全看不到蓝忘机的脸，也就意味着蓝忘机很可能根本没看见他。难道蓝忘机真的只是路过，并不是特地来偶遇他？不管怎么说，刚才的反应的确过激了一点，但这不能怪他，实在是太惊悚了。这次大意了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魏无羡暗存。反监听设备还没到，暂时不能排除被定位的可能，但是蓝忘机既然拿了那么多东西，目的地只可能是宿舍或图书馆，绕开他必经之路，那就只好就这么办。等了足足5分钟，魏无羡才鬼鬼祟祟拉开一条门缝，四下观察，确认了蓝忘机不在，果断冲了出去。